Hello，这里是校园自由。那么从这节开始，我们将会步入一些较为复杂的 CD 技术。那么这节课我们讲的也是动力学。我们在薯片那节课谈到的动力学是用钢体动力学，然后一些薯片落到地面上产生反弹。那么那个动力学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此节课呢，我们来讲一讲风铃。那么风铃的话，它不仅有钢体的动力学，那个铃铛的这样一个碰撞，对吧？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动力学模式，那就是线条，类似这种绳子牵着一个铃铛，然后受风啊或者扰乱啊，它会摆起来，然后就会有碰撞。所以这里就会更复杂一点。那么对最简单的风铃呢，其实就很简单了，你拿根线，然后你绑了一个铃铛啊，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但是我们这节课呢不做这么简单的，我们做一个双层风铃，也就是说可以看到参考，我们是一条线绑了那个铃铛以后，铃铛下面再绑个东西，就是有2层绑定在里面。那么呢，我们就根据双层的这个风铃，就设定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风铃出来。它是一个线先绑了一个铃铛呢，然后下面再绑了一个这样子的卡片。好，我们这里就直接打开我们提供的风铃的原文件就好了啊。我们建模就不讲了，大家也可以很简单的应该就能把它建出来，因为用的这些知识呢都是我们之前所学的。好，我们首先打开一下这个工程文件，可以看到它就是非常简单的线条，然后一些多边形，还有一些细分建模在里面哦。但是如果你播放的话，它是没有任何动画的，因为我们还没添加任何动力学在里面。那么这里呢，我们首先来做一下下面这个线啊，就下面这条线。如果我们要使它有那种动力学的感觉，我们要添加动力学的标签，对吧？我们之前知道能在线条上面右击，然后如果我们添加 simulation text， 里面有钢体动力学、柔体动力学，还有碰撞体，还有各种参数。但是我们这个线条呢，它不是在这个 simulation text 里面，它是在头发这一栏叫 hair text 啊，所以这种跟线相关的都是属于头发这一头发这个里面的。那么在头发标签里面呢，有一个叫 Spline Dynamics 就是线条动力学，它藏在最后面，你点一下，我们加到就下面的绳子上面去了。如果我们一播放，发现绳子就落下去了，这也是正常情况，对吧？因为你绳子你只加了动力学，那么它当然就会往下落呀。如果你地面上加个地板，再做一个碰撞体的话，那绳子就会落到地面上。那么这里呢，我们其实想要的是这个绳子它是绑在我们这个铃铛这里的，这里是绑住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告诉 CCD， 我们绳子上的哪些点它是绑在这些物体上的，那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来去绑这个点呢？我们首先在绳子这里右击，在头发标签里面找到一个叫 Hair Constraint。Constraint 这个英文就是限制的意思。凡是你看到这个英文单词你就可以想象到是跟绑定相关的东西。好，我们点 Hair Constraint 点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用点模式选择我们的绳子。首先我们要绑定的是这个点得在我们的这个铃铛上，对吧？那么首先我们找到我们这个铃铛的模型，这里这个铃铛，然后我们再找到这个绑定的标签 Hair Constraint， 然后把这个模型呢先丢到我们这个 Constraint 里面，它有个 Object 的目标，这个就告诉 CCD， 我们这个绳子上面的这个点有一个点呢是会绑定在我们的这个铃铛上面的。接下来呢，我们再选择下端绳子，用点模式选中我们要绑定的点，比如说它，然后再点这个 Constraint， 我们再点这个 Set，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选中这个点绑定在了我们选中的这个铃铛上。再听一遍，我们选中的这个点绑定到了我们的铃铛上，然后你点 Set， 然后它就固定住了，点 Set， 看到它就会多出一条这样子黄色的线，它告诉你我绑定在这物体上了。我们再播放试一下，它就没有掉下去了，看这里这个点就变红色了，意思说这个红色的点呢就固定在了我们的这个物体上。好，那么这样绑定住的时候，你播放起来的确是固定住了，可能但是看不出特别明显的效果那没有关系，我们新建一个力场比如说给它个力，把它推一下。那我们找到 Simulate， 然后呢我们再找 Forces， 就是力，我们用一个风场 Wind， 它蛮形象的，给了一个风的图标。那我把这个风场呢稍微移开一点，而且它还有个箭头在这里告诉你风的方向。那我们箭头我想要的是风往这边吹，我们把它旋转一下，那风就会往这边吹。当你播放的时候发现没有效果，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风场的这个场的应用方式跟我们的这些效果器是一样的，你要把它丢到我们的动力学里面。我们找到线条动力学，然后找到 forces， 它下面是空的
好，然后你需要把这个风场丢到下面，它才会起作用啊。然后记住它的模式叫 include 就是说包含，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框框内部的立场才会起作用，它就是包含的意思。当然它还有一个叫 exclude 就是排除，也就是说如果点排除的话，在框框内部的立场就不会起作用。好，所以我们选 include， 那就是在方框里面的立场会起作用，不要记晕了啊。好，我们这里再播放一下，我们的绳子就被吹起来了，对吧？这里有个，我们再风场搞大一点，点上风场，它的速度是5，你改成10，就吹得更猛了，改成30，把它吹得更猛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选绳子，我们去把绳子下面这个点呢，也要固定到我们的下面这个卡片上，那么我们重复操作就好了。首先呢，还是一样的。你凡是要固定，你都要新建一个那个约束器。我们这已经建了一个，那么还得建一个右击，再建一个在 Hair Tag 里面再建一个 Hair Constraint。我把这 Hair Constraint 呢，首先要告诉 CD 我们这个点是绑定在哪个物体上，绑定在这个卡片上。我们找到卡片这个模型，找纸片，然后呢，我们把纸片作为目标丢里面，然后呢，我们再选择我们的绳子，用点模式选中我们要绑定这个点。然后我们再点到我们的约束器，点 set， 那么就是说，我把这个点就绑定在我们的这个纸片上了。我们再播放一下，是不是就绑定上面去了？好，绳子绑定好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钢体动力学，因为我们的纸片啊其实是物理的物体，它会往下落，对吧？那么我们就找到纸片，我们右击找到 Simulation Tags。然后我们找到 rigid body， 它就变成钢体了。好，我们再播放一下。啥情况？再来一下。啥情况？为什么这个线条会无限拉长？这就奇怪了。按理说的话，我想让它左右摇摆呀。那么这里呢，我们把风场关闭一下，我们再播放看一下。它就一直无限延伸的呢往下落了，但这个线条呢就一直无限延伸拉长，其实就只受到重力的影响。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很迷惑，不是绑定了吗？线都给你拴好了，怎么这家伙还往下落啊？啥情况？当时我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疑问。那么这里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这个算法逻辑是什么样的。这个绑定啊，只是告诉这个软件，你这个线条上的这个点一定要在这个物体上。再听一遍，这个点一定要在这个物体上，它只告诉了软件这一个事实。那么这个物体因为它受重力影响，它会一直往下落，对吧？根据刚才的那个算法，那么这个点呢一直得在这个板子上，那么它就会一直被拉长了，因为这个点会一直要在这个板子上啊，所以它就会一直被拉长。那这个软件它不知道这两个点它是相连的，这两个点只是两个孤立的点它只会这么认为。所以接下来我们做的一步就是说，让软件知道这两个点其实是相连的，而且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有一个固定距离的。这样的话，它就会被像真的一样这样子牵引住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让软件知道这个指令呢？我们找到上方的 Simulate， 那么 Simulate 我们找到 Dynamics 动力学。那么这里面动力学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叫连接器，第二个叫弹簧。那么这连接器啊，其实是类似于这种机械承轴所使用的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些这种火车的这个结构它这种东西连在一起了那么 spring 呢，就是弹簧，可以用于日常的有些这种拉伸啊，像汽车的这个避震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这种绳子的物体啊，其实就有一点接近 spring 弹簧所带来的那个效果。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新建一个 spring， 这里有点违反直觉，是吧？你绑好了，你还加一个东西，告诉 CD 你这样东西是连在一起的，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接下来我们加入了 Spring 以后，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些参数。首先它有个种类它是线性，就是最正常的还有一个以这个角的扭矩来去进行绑定，是利用于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这先不管下面的，我们就用默认的线性。然后它还很直接问你是哪两个物体是连起来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这么分析一下。我们其实是想告诉 CD 这两个物体之间的间隙啊，其实是需要有个绳子把它拉扯起来的那么我们有很多种办法可以绑定，比如说我可以绑定把这个物体和下面这个物体绑定起来，用这个连接器告诉这两个连接器是有
距离的，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个点和你下面这个物体绑定起来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用一个比较直观的办法，我们就绑定这个铃铛和这个纸片，因为这两个纸片的中间是有一个线所拉扯的，对吧？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把上面这个铃铛放到物体 A， 下面这个纸片放到物体 B， 那么这样子，两个物体就绑起来了。但是要小心的是，它绑的时候，它默认会使用绑定在这个物体的中心，看到它绑定在了我们这个纸片的中心。但是我们想要的是，这两个绑定的点啊，分别正好是咱们这个线的这两个点。那么这该怎么操作呢？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设定好点的选集了。我们找一下我们的铃铛，我们用点模式，我们找到绑定的这个点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再用选择工具找到设置选区，那么这个点就被选区选出来了。然后我们的纸片也是的，选中纸片，我们用点模式找到我们绑定的那个点，找这个差不多位置也好，比如说这里，然后我们再点选择，找到设置选区，这个点这里可以看到纸片是不是乱七八糟的，你可以按住 Shift 键全部选中，都删掉就好可能是一些错误，没关系。我们都选出点以后，我们再找到我们的 Spring。那么物体 A 铃铛，我们绑定在物体 A 铃铛上的这个点上，我们所以把物体 A 的这个模式从我们的物体 A 的中心改成点选集，我们再把点选集拖到上面去，它就绑定这个点上了。但这里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刚才不是选集是这个点吗？为什么它绑定在这个上面去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物体 A 我们拖动的是平滑细分后的物体。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把物体 A 把它改成我们平滑细分之下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铃铛，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 Spring， 把这个物体拖到上面去，这样才对，它会再绑定上面去。这要再说一遍，我们绑定的物体是平滑细分的这个总物体，我们这里绑定的应该是它的这个下面这个小物体才对，因为下面我们选区的这个点是小物体上的点，所以我们绑定的物体也得是这个点对应的这个物体，而不是上面这个物体就把这个东西拖到上面去才对。然后下面这个呢，纸片，因为纸片它没有平滑细分，它就是普通的这个物体我们把纸片改成点模式，把纸片的这个点丢到上面去。好，这样的话就绑定到我们这个区域了，所以这两个地方就完美的绑定起来了。我们再播放看一下，是不是就 nowhere 了？这样它就对了。还要搞这个东西真是麻烦。所以 CD 绑定这一个线，所以就要两步。第一步呢，需要把你的线设置成线条动力学，然后把这两个位置给固定，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需要用连接器，像这个弹簧，把这两个物体连接起来，告诉 CD 这两个东西是连起来的。所以这两个事情线条动力学和连接器两个事情是完全分开的，你需要这两个事情都要同时做，它才会出现我们想要的效果。那么这个就做好了。那么接下来一步呢，就是上面这个线也要重复刚才的工作就可以了。上面这部分呢，我们下节课再讲。下节课我们也还需要讲一些更多的概念，包括这个铃铛之间要产生碰撞，对吧？我们都留到下节课。这节课大家熟悉一下咱们的线条动力学和我们的连接器的使用。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课的重点。我们这节课呢，使用了更复杂的动力学，我们用了毛爸系统里的样条动力学，能把我们的线条有动力学的效果了。那么添加方式呢，就是右击你的线条，然后在 HailText 里面找到 Spline Dynamics 样条动力学。那这里我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说你要线条的细分数要够多才会有效果。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猫的例子？就猫的这个脊椎骨，它能蜿蜒的很明显，是因为它的分段数比较多。我这个大家演示一下。好，我这里有个样条，我这个样条呢，它的细分数是没有的没有中间没有细分，它就是两个点。我现在加了样条动力学和把这个物体变成碰撞物体，我们播放看一下。你看它就是很硬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蜿蜒曲折，这是因为你线条细分太少了，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跟一棍子一样。所以我们要把细分变多，才会变成蜿蜒曲折的。所以说我们变多呢，选中你的线条，选点模式，按 Ctrl 加 A 选中你两个点，按键盘上的 U 键，再按 S 就是 Subdivision 细分的缩写。你看到中间加了一个点，帮你细分了一次，再按 US 又帮你细分，再按 US 又帮你细分。当细分出这么多点的时候，你再播放，是不是就 nowhere 了？那就是对的了。当然你觉得它弯的还不够多的话，你可以再细分
好 ，Ctrl 加 A 选中所有的点，再 US 再 US， 哦，这么多点也不放下，那它就你看就弯的更加厉害了。好，那这个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发现你自己做样条动力学的时候，发现这个样条掉下去碰到物体它很硬，那说明它的细分不够。我们这里还使用了一种风力立场，那在 Simulate 里面找到立场 Forces， 然后最后面一个 Wind。它这里还有其他的不同的立场，大家都可以自行尝试一下哦。像这个重力立场、湍流的立场都可以去试一下，就蛮有意思的。好，我们这里还着重介绍了样条约束器，也就是说我把我这个线条绑在某个物体上。那么用法呢，也是你首先在你的线条上右击找到 Hair Text 里面啊，然后加载一个 Hair Constraint。当你加载了以后呢，你首先需要把你绑定的那个物体放到这个 Object 这个里面来，然后呢，再选择你线条上的某个点要绑在这个物体上，再点 Set 啊，就把这个点绑定在物体上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先放你要绑定的这个物体，再选择点，再点固定这个点啊，那你这个点就固定在你这个选择物体上了。好，我们这里还介绍了一个弹簧，那么弹簧呢是在 Simulate Dynamics 里面找到 Spring。那么弹簧的用法呢也是比较直接的，好，它可以绑定两个物体，让两个物体之间呢产生这种弹簧的动力学效果。然后呢，这里有一个 Set Rest Length， 它能自动计算两者之间的距离，因为弹簧它现在不知道距离有多长，对吧？你点下这个，它能自动算出来啊，可以给你一个较为精准的值。好，这节课的内容呢，可能稍微有点绕，建议大家呢没看懂的可以反复观看。好的，那么我们再继续我们的动力学。我们首先呢还是一样的，我们另存为一份基础课，我们另存为新建风铃。把刚才做的呢，把它另存为一份叫风铃0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绑定上面这根绳子。虽然说是之前那节课的重复性操作，但上面这个绳子呢的形式跟下面绳子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就好了。我们点一下上端绳子，按理来说呢，我们首先右击，我们先给它一个那个线条动力学，然后呢，按理说，它会落下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绳子把它固定住，绑定在两个物体上。但是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用点模式看一下上面这个绳子，上面这个绳子它其实本质是说这个点它不会动啊，比如说你风铃吹动的时候，上面这个物体其实不会怎么动啊，因为这个点它不会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位移，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做结构了，所以这个点它本身是不会动的，在我们这个画面里面。那么你也可以用之前那个办法，用 constraint。然后使用上面这个物体丢到 constraint 里面去把它绑定好。那么这里我们用一个新的办法去绑定这个点。那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要这个点固定住就好了啊，无论它是什么物体上，我们不管。那什么办法能这么做呢？我们找到我们绳子的动力学，动力学上面有一个参数，参数里面有个 fixed 意思就是说固定的意思。你选中你要固定的点，比如说这个点，然后我们点下 set， 它就固定住了。那么这个点没有绑定在任何的物体上，只是它固定住了而已，所以我们播放一下。有风场没有效果的原因是你需要把风场放在我们的这个动力学的立场里面，我把风场拖到这个 forces 里面，这样的话它就会有飘动动画了。好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下面这一个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我们之前的办法，用 constraint 那个约束去绑定它。好，我们在绑定之前呢，我们先用线模式看一下这个模型。看到这个模型的面啊特别多，特别细。如果你在做动力学的时候去模拟这种面很细的模型的话，电脑就会很卡。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也是我们在模拟中常用的，就是说现在我们是一个高模，高模就是说面数很高的模型。那么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低模，就是面数很低的模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把它打开。这里有一个低模，放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形状跟这个长得差不多，但是它的面就少多了。那么我们这里就用低模去进行动力学的模拟，然后把高模呢约束在我们的低模上，也就是说，低模的这些数据啊，模拟出来的数据继承在高模上就好了。但不用管怎么继承的，我们先这么做。首先呢，我们把高模给隐藏，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鼠标左键点这里，再点下鼠标左键，把它隐藏。然后呢，我们这样同样的办法
我们在这个线条上端绳子上面已经固定住了哦。那么这里固定呢也是一样的办法，我们用 constraint 右击，用头发的标签找到 hair constraint， 然后我们用点模式，这个点对吧？我们在 hair constraint 把我们的第一模，记住是第一模，这个第一模铃铛放到我们的物体上，用点模式选中我们要绑定的这个点 set， 绑定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再运动一下，是吧？就绑定到我们这个第一模的铃铛上了。然后还是用同样的，我们需要用这个连接器。那么连接器，我们在 Simulate 里面找到 Dynamics 连接器。为了不混淆了，我们命下名，把下面这个连接器呢，把它命名叫下方连接器。那么这个就叫上方连接器。好，那么上方连接器现在需要 A、B 两个物体。那么我们再分析一下，因为我们上面呢，我们用的是一个固定的点，没有把它绑定在这个物体上，对吧？那么我们上面的这个物体呢，就用这个点来连接下面这个铃铛啊，记住。好，那么首先我们选下这个点，就是我们刚才固定这个点，我们找到 Select 选择工具里面的设定选集，把这个点给选集选出来，然后我们点下上方连接器。我们A 物体呢就是连接这个点，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这条线放到我们的 A 物体上，然后把选择的模式从物体中心改为点选集，然后把刚才选的点选集呢放到这个地方，就选中这个点了。那么下方呢，我们就要连接到我们的第一模铃铛上面，连到第一模铃铛上。好，那么第一模铃铛我们也要创建点选集，我们选择第一模铃铛，用点模式选一个点，这个点，选中以后找到选择工具，然后找到设定选集，我们再到上方连接器，把第一模铃铛的绑定方式从中心改成点选集，然后把刚才做的点选集放到这来。好的，那么两个地方呢就连接起来了。记住这些设置还是一样的，这个影响范围 region of influence 改为1，因为我们只想绑定它一个点，而不是一个面，是吧？1%的话就是它就只是一个点，都改成1。最后呢，我们再给我们的第一模铃铛一个钢体动力学就好了，因为让它风吹着摆起来，是吧？我们找到第一模铃铛，右击找到 Simulation Text， 然后找到钢体动力学 Rigid Body， 点一下，这样子可以播放一下试一下。它就摆起来了。摆起来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上方连接器的这个 Raised Length， 它的这一个可拉伸长度我们还没设置的，所以要回到最开始，点一下这个 Set Raised Length， 让它自动识别这个高度。识别高度是121，是吧？这样再拨起来，它的长度就会是固定的了，就不会有这种拉伸。吹起来以后，大家发现了，哎呀，我的天，怎么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铃铛？是不是想整我呀？然后其实这个小铃铛呢，我们还需要做的是这个小铃铛跟我们这一个第一模铃铛进行一个绑定，因为我们想的是，这里面小铃铛可能会左右摇摆，碰撞到我们这个稍微大一点的铃铛，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个另外的绑定，就是这个小物体和这个物体的绑定。那么这两个物体绑定之间就不会有这个线条动力学了，而是单纯的这种连接器的绑定。我们把这个结构把它简化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具体什么样子。那么这个结构就是说，上面是一个盖子，然后下面是一个铃铛左右摆。我们播放一下，我们想要实现的效果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效果呢，其实还是蛮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想让我们下面这个小铃铛它有一个顶点，然后在这个顶点被拉扯住，能左右的摆就行了。我们这里就需要介绍我们的连接器。我们之前的连接器呢，我们用的都是这个弹簧 spring， 那我们可以用 connector 这个连接器。那么这个连接器里面呢，创建以后里面有特别多的种类，所以我们要选中正确的种类，才能达到正确的连接方式。我给大家再看一个例子。这是连接器，我加载进去以后，我现在把连接器的 A 物体跟 B 物体分别绑定在了球和方块上。然后连接器有很多种模式，对吧？它默认就是一个叫 hinge 的模式，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虚一点的这样的结构，可以看到，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推动这一个小球那么它就会转动，对吧？我们播放一下就明白了，看一下，对吧？它就会被中间这个东西扯住，但这个中间呢是有这样子旋转的这个承轴的，
所以连接器的用处就是在这里，能在动力学里面绑定2个完全不相关的物体。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默认模式，我们还改进其他模式，比如有个叫 Cardan 的模式，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还有这个 Ball and Socket， 我们这个铃铛就属于 Ball and Socket。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那么这个些模式呢，就跟不同的机械的承轴结构就相关了，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都不管，只介绍一下这个连接器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这里就需要用这个 Ball and Socket 这个模式来进行操作。好，我们来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东西，我把这个都删掉。好，我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结构，对吧？然后呢，我动力学都上好了啊，动力学都上好了。这个物体是固定的，这个物体呢能左右摆动。现在我们就需要一个连接器，我们新建一个连接器，然后找到连接器，然后呢把连接器的模式从 Hinge 改成 Ball and Socket。然后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连接器把它放到我们要连接的这个点上。那我们连接这个点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尖尖了，就是这个顶端连接到这里。然后连接器不是要我们写 A、B 物体吗？那 A 物体呢，就是上面这个大的这个铃铛，就是这个胶囊 A 物体。B 物体就下面这个小三角形 pyramid。好，然后呢，我们再位移一下我们的这个连接器，把它对准，就是它这个轴啊对准到我们这个点这里。好的，然后呢，我给这个下面小三角给一个推力，大家不用管这推力怎么给的，我这给了一个90厘米的推力，我们播放一下，它就可以被连接器卡到这里，就能左右摆了。所以这就是连接器作用。我们用这个办法呢，我们回到之前的这一个风铃，我们来试一试。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直接复刻刚才我们的那个想法就好了。我们这里首先点 Simulate， 新建一个连接器，把连接器的模式呢从 Hinge 改成 Ball and Socket。好，我们把这个连接器的这个正中心的中心点正好对准咱们的这一个像水滴状的这个铃铛的中心点这里。好，对准以后，然后把连接器的 A 物体是我们的上面这个低模这一个模型低模铃铛 ，B 物体呢就是咱们下面这个小的铃铛。那么这个要注意了，我们选择小的铃铛呢，要选择平滑细分这个效果器下面的子集的这个铃铛，千万不要把平滑细分的这个铃铛丢进去了。我们所有的这些模拟的全部是选择它子集的。好的，然后呢，我们需要给这个下面这个小铃铛一个动力学，我们右击 Simulation Text， 然后给一个钢体，然后我们再这样播放一下。好，播放一下，的确这边就有效果，但是你会发现，按理来说，这个点它应该是与下面的线条是连起来的。刚才我们最开始不是做了这个 constraint 限制吗？为什么没有连起来呢？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就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发现，中间出了什么错误，没什么连起来，你就检查一下你之前固定的这些点。我们检查一下下端绳子的固定的点，看到这里。那么这个地方主要是要检查这个点的固定。那么找到这个点的固定是这个地方，它固定的是铃铛。我们看看铃铛它固定到哪里去了？发现之前我们固定的是这铃铛的这个平滑细分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固定错了，我们需要固定在铃铛的下面这个子集。好，这个时候你就把下面这个子集的这个地方把它改一下，然后再点 Set， 这样的话再播放，它们就连在一起动了。所以大家在做这种绑定的时候要注意，你绑定的这些物体啊，全部都要是平滑细分的这些子集，就不要去固定平滑细分这个母集的物体了啊，这个要大家特别注意。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有我们的效果了。好，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这样的疯狂的走动，而且呢，你播放的时候，它还它这个物体还穿插了。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有穿插？那么我们现在想要的是，这个铃铛其实在里面会产生碰撞。那么我们碰撞该怎么设置呢？我们首先找到 connector， 它这里有个叫 ignore collisions。ignore 就是忽略 collisions 就是碰撞，它忽略了碰撞，我们把这个勾去掉，就是我们要碰撞。然后我们把低模铃铛的这一个动力学标签的设置，它有一个 shape 形状，我们把形状改成 moving mesh， 也就是说，当你把它的这个形状改成 moving mesh 以后，物体的内部就会产生碰撞，因为我们这个碰撞的是这个铃铛的内部结构所以我们需要把铃铛这里改成 moving mesh。
至于它这里面不同的模式，它其实是分别对应不同的碰撞体的模式。好，比如说你像 box，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物体做成像一个立体方体一样的碰撞体，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碰撞到内部了。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改成 moving mesh， 选择正确的这个碰撞方式。关于具体这里面每一个碰撞到底什么意思，大家可以观看接下来我们后续会出的一个专门的进阶动力学的课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好，我们就改成 moving mesh， 同时呢，我们这个铃铛也把它改成 moving mesh。好的，我们这里再播放看一下，这样就好了，没有它们没有碰撞在，没有穿插了。好，当你前面看到这一瞬间的穿插，其实是它算法的问题，可以吗？这是它算法的问题。当你停止的话，它不会穿插了。好，这第一个要修改的。那么第二个修改就是说，现在我们风力一吹呀，哇，它运动的特别猛，哇，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这个运动的这个猛的这个感觉把它减弱，所以给它多增加一点阻力。我们怎么增加阻力呢？我们找到我们的纸片，我们阻力主要增加到纸片上面，因为纸片甩太高了，是吧？我们找到纸片的这个动力学，点进去，我们在纸片这里找到它的立场，立场下面有一个叫 aerodynamics 就是空气动力学的意思 ，aero 就是空气的 ，dynamics 就是动力学，它有一个叫 drag 就是说它会给予阻力，阻力是0，你把阻力调成15%，然后呢，我们铃铛的这个0，我们也打开它的动力学，找到它的立场，把它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阻力把它加5%，这数值是经过测试了。好，我们再播放一下，就没有摆的那么猛了，可以吗？没摆得那么猛了。好，现在就是风一直在吹，所以它就会一直往这边摆，这样就好多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步呢，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动力学。当你运动的时候发现，它这个线条好像没有连着这个物体，再看一下，这线条好像没有连着物体来走，你看这个点，对吧？这个连接的这个点，它没有连着这个物体上，左右有点偏移。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当年遇到的很困扰的问题。你看到这里有些这种错位，不过你一按暂停的时候，它又好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在于 CD 的计算优先级的问题。在讲优先级之前呢，我们首先得把我们的低模把它还原成高模，对吧？我们低模一直忘记把它还原了，一直放到这儿。那么还原成高模也是蛮简单的，我们就需要把高模绑定在我们第一模的上面啊，跟之前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有把点绑定在这个物体上吗？那么我们找到我们的高模这一档，我们可以把高模显示出来，按住 Alt 键鼠标左击这里，然后我们右击。我们这里用什么东西绑定呢？我们这里就不能用 hair constraint， 因为 hair constraint 是专门绑定这种毛发线条的。我们这里找到 rigging tags， 就是绑定的标签，它有一个 constraint， 就不是 hair constraint， 它就是叫 constraint， 约束。那么这个约束呢，能绑定模型与模型之间的关系。好，你点一下，然后它绑定里面它有这么多勾，它问你，你是绑定什么东西啊？是绑定 PSR 还是绑定负子集关系还是什么什么的？我们这里绑定 PSR 什么意思呢？ PSR 就是 position、scale、rotation 3个英文单词的缩写。position 就是位置， scale 就是放大缩小， R 就是 rotation 旋转。也就是说 PSR 一绑定，那么这个物体的位置就完全被你绑定了。好，我就把这个勾打上。好，就告诉这个 constraint 我们是绑定它的这些位置、大小和旋转。然后呢，当你勾打上以后，这里会弹出一个小的 PSR 的这个小标签，你点一下。他问你，你是绑定目标是哪个？那我们绑定目标呢，就是我们这个低模铃铛，拖到这里 tag。好的，我们这样再播放一下，那么这个物体呢就会跟着我们低模铃铛一起运动了。但是我们这里就要小心一下，我们现在物体呢有点偏高，我们需要把这个高模把它往下移一下。这时候我们找到 offset 偏移。我们可以偏一下 Y 方向，把它往下偏移一下，偏移到我们低模的位置。好，这时候偏移好以后，我们可以把低模隐藏了。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鼠标左击这里，再鼠标左击这里，低模就消失了，高模就出现了。我这次动动一下，是吧？我们这个高模就上来了。用这个办法呢，就是特别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到下节课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优先级，把我们的这一个点的这个错位把它解决掉。因为优先级呢是 CD 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能让你理解这个程序是怎么运算的。
好，我们下节课再见。好的，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的重点。我们这节课了解到了很多动力学的一些细节设置。首先呢，我们知道固定的第二种办法，我们之前呢是用的 hair constraint， 用个样条的约束器来约束这个点和它对应绑定的物体。那么这里还是用第二办法，就是说不需要用这个 constraint 约束器，直接使用这个点以后，在样条动力学里面的properties 这个里面有一个设定固定点的这个功能，直接点 set 设定，它就能把这个点固定住。但这里要注意了，这里设定的点固定住了，它不是固定到了任何一个物体上，它就是这个点是一个固定的点啊。那么我们还学习到了动力学碰撞体的 moving mesh 模式，也就是说你的碰撞如果是发生在物体内部的话，就需要找到你的动力学的碰撞模式里面的形状，把它自动呢改成 moving mesh， 这样的话你的物体就能在物体的内部进行碰撞了。它有其他不同的碰撞模式，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尝试一下。我们还了解到在动力学的这个立场里面，在空气动力学里面增加 drag 可以增加空气阻力。我们还了解到使用 constraint 来绑定物体，这个大家要区分一下。我们之前使用的 hair constraint 是专门针对于样条的约束器，而这个 constraint 呢，它是针对于任何模型比如说两个方块它能用 constraint 来绑定。那么它这个绑定呢，可以使用绑定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绑定它们之间的什么数据关系都可以我们还学习使用了 connector 连接器把两个物体连接起来，让两个物体形成某一种轴承的这种关系。Hello， 这是校园自由。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讲一讲 CAD 的优先级的问题。我们在做之前呢，我们还是把它另存了一份。我们直接点文件，点增量保存，好，变02了。我们还是回顾一下上次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这个点它不是固定在我们的这个物体上，它总会有一点偏移，看没？中间有一点这种偏移。这个偏移的问题呢，就是在于我们的优先级的问题。那么什么是 CD 的优先级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CD 官方文档对于优先级的解释。优先级呢，其实就是一系列的计算它 CD 里面的一些参数的顺序。那么计算顺序呢是从左到右。那么一开始是初始化 CD， 然后呢，先它会计算咱们的动画关键帧，比如说位移、旋转那些东西。就你 K 了关键帧了以后，它就会计算动画，然后它再会计算IK 骨骼，比如说你要绑定那个人物什么的，它就计算骨骼，然后再计算表达式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用管，然后再会计算生成器，生成器呢就是我们的克隆挤出扫描这些绿色图标作为母级的那些东西。生成器计算完以后，最后它才会计算咱们动力学的东西。动力学呢不是有个这个毛发动力学和我们的这种普通的物体之间的动力学，对吧？那么可以看到毛发动力学呢上面有一个+1，普通动力学有个+400。那么数值越小，那么它计算的优先级就越先，也就是说它会先计算这个线条的毛发的这个东西，再计算我们的常规的动力学。那么我们从这个上面就得知了，原来 CAD 它是先计算的这个线条的东西，再计算我们的这个常规的动力学。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最开始做的这一个工程文件，我们工程文件不是用线条把那个物体两端固定住对吧？然后我们再用那个弹簧，去把两个东西真正的连接起来，然后让它像动力学一样的能摆起来。那么按照刚才的这个理论，那应该是先计算的线条，固定两个东西，把线条连起来，然后再会计算这个弹簧的动力学。但是在现实情况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弹簧的动力学应该是先计算，先把这个物体带走，然后呢再去计算这个绳子这样它才对。因为绳子它只起固定作用，它没产生任何的拉扯，它只是把两端连起来而已。所以我们要先计算我们的弹簧动力学，先让物理把我们的这个铃铛吹走，然后呢再计算它原来是连在线条上的，这样它才对。大家这个地方听晕了没关系，只要大家理解这个概念，我们 CD 里面是有一个计算的那个优先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人为的把这个普通动力学和毛发动力学的计算顺序把它对调一下。那么我们怎么去对调这个计算顺序呢？好的，我们回到 CD， 我把刚才所说的再用这个工程文件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用了线条把我们的物体，我们就看一个把物体把它连起来了，但是呢连起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动力学的拉扯的，所以我们呢又用了一个跟动力学相关的这个弹簧把它拉扯下来了。所以它计算的时候，按照之前的 PPT， CD 它会默认计算，先计算我们的这个线条，
好，两个是固定的，再计算我们的弹簧的拉扯。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应该是先计算拉扯，再去计算这个线条，因为我们的线条本身没有任何的动力学在，所以如果你先计算线条的话，它的位置就不会那么准确，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动力学把它对调过来。那么这个对调办法呢，我们首先找到我们的线条动力学，点下这个，按住 Ctrl 再点这个，两个动力学都选中。我们也看到它这里有个叫 priority 的这个数值在 basic 里面，现在它用的是 expression 0的这个级别。我们把这个级别呢，按照刚才的这一个 CD 默认文档把它改成 generators。如果你 generators 现在改为0的话，它还是会先于我们的动力学来计算的，因为动力学是 generators 400，所以我们只需要改一个值，把这个值大于400就好了，所以它就会排在动力学之后。我把这个0呢改成402，那么它就会大于400，是吧？它就会排在动力学之后再计算。好，我们这里再播放一下，播放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效果呀，你是不是骗人？因为这个预览窗口啊，它本身就会慢一些，所以我们需要在正常的把这个东西渲染出来来看，才知道是不是对的。好，如果我们要渲染呢，就需要把这两个绳子把它做成模型，不然的话是渲染不出任何结果的。我们就在这里按住不动，找到扫描 Swift， 然后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然后作为上段绳子的母级，然后找到线条，按住 Shift 键 N-side， 好，我们选择 N-side， 改为1，还可能出了 0.5。那么这个操作呢，也是我们上次的一些基础操作，这个不详讲了。那么选下端绳子，按住生成器，找到扫描，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作为母级，然后找到线条，按住多边形，按住 Shift 键作为子级，然后这个宽度 0.5。好，有东西以后，接着我们就要渲染。那我们点渲染模式，我把渲染模式呢，首先改成 physical 物理渲染模式。如果你用的是默认渲染模式啊，你渲染出来它还是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改成物理渲染模式，它渲染会更加准确啊。当然你也可以用 Pro Render 啊，都是可以的。用物理渲染的模式它会更快一点。然后保存就不要保存了，把勾给去掉啊。接下来呢，我们只要设置一下我们渲染的范围就好了，在 Output 里面，它范围是0到150啊。我们这可以不渲染这么长了，你就渲染个50帧，检查一下它是不是每一帧这个点都是连着这上面的啊。设置好以后，我们直接点渲染。他问你，你没有保存，你确定是不是要进行？是的，我就点是。好，那我们开始渲染了。我们可以真正的检查它这些点是不是一直连在我们的物体上。可以看到从第一帧、第二帧、第三帧全都是连在物体上。那么这样的话，那就是对的了。一直连在物体上，对吧？我这就不渲染完了。所以大家做这个样条动力学的时候，发现，你这个东西它没有跟你的物体连着一起走，那就是这个优先级的问题。所以你就把这个优先级改成 generator。然后要大于400就可以了，我们这里改成402。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优先级的问题，我们这就已经解决了。估计这个部分呢，也是很多教学也是不会讲的，好吧？这希望大家注意，也希望大家理解 CD 它的运算方式它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没办法。我们再播放看一下，它就是一直连着走了，就没有刚才那个错位了，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发现这个错位，就一定要去改优先级喽。好，通过刚才一系列检查呢，说明这个动力学已经 OK 了。我们其实已经完成了我们的风铃的制作。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减少一些这个风的力量。当然，你也可以 K 一下风的动画，因为我们现在风啊，就是一直在吹，它就一直往这边飘。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如果这个风其实是吹一下，然后它就会停的。所以呢，我们就要 K 一个风吹的动画。我们找到风，然后我们找到风的这一个强度。我们一开始呢，第0帧是有强度的，然后你在这里点一下。就设立一个关键帧，就记录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有30的速度。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到第10帧的时候，把这个速度改为0，那么第10帧之后速度就都是0了，那么它就会从30慢慢过渡到0。好，我们播放一下，它就风会吹一下，然后就停了，可以吗？那风铃就会这样子摆一下，这样就会显得比较真实一点。现在大家看到下面的我们这个弹簧啊，弹有点猛是吧？所以我们还可以简单的微调一下下面这个弹簧下方连接器。它现在下方连接器有点拉伸，拉的还是弹的有点猛。我们可以把这个弹簧的程度啊，这个 stiffness 它现在是1，你把程度改大一点，比如改成8，让它变得很硬。我们再播放一下，它就变得很硬了，不会弹的那么猛是吧？
当然这个数值要小心，当你进行一些微调的话，它的数值有点变化不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好，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长度也可以调高一点。现在感觉它有点折起来了，播放看一下，它有点这种折起来，感觉没有完全的拉开，把长度稍微改长一点，这样就一些细致的微调，比如改成43，这样子完全拉长了，这样就是对的。好，还可以进行一些小的一些测试，把这些数值把它调得更加的真实。但是这些数据就是要反复调，也显得很麻烦。但大致的一个效果做好就差不多了，我是这么觉得。好，那么这个风速呢，如果你觉得这个30还有点不够大，你可以直接把30数值改成50，改了以后，然后这个点变黄了，变黄意思是说你的关键真的值改了，需不需要记录？你说需要记录，再点一下就记录上了。如果你不点的话，这个数值是不会记录的啊。所以改了关键帧以后，就一定要再点一下，我们就吹一个很大的风，它就在这左右摇摆了。我们看到风下面还有一个叫 turbulence 就是湍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风是，这个风速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直着往这边吹的。如果你把这个湍流增加的话，它风就会它就会这样子吹所以我们把湍流增加试一下，可以再增大一点。看到它风的就会有很奇怪的动作。当然，这个湍流因人而异，你想加不加都可以。好，这个我就不加。是告诉这个值是做什么的。那风铃这样子转起来了。好，我们风铃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动画，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其实它会左右的这种摇摆，是吧？风吹的时候，它其实会这样子左右的这样子摆，对吧？我们这里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连接器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我们找到我们的 Simulate Dynamic， 我们使用连接器。那么这个连接器的模式呢？我们用什么模式能让它主要的摆呢？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一个 Ball and Socket， 或者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Ragdoll。Ragdoll 可以看到这个形式是一样的，跟 Ball and Socket， 但是它的形式有意思，就是说它上面这个端点它是固定不动的但是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端点它会摇摆，所以我们没用刚才这个模式，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Ragdoll。把 Ragdoll 呢，连到我们这个地方去，这个中心连到这个地方，然后这 Ragdoll 的上端物体就是上面这一根棒子，找到这个上面这个棒子，好，打开，好，是它，棒子连到是 A 物体，那么 B 物体就是我们这个铃铛，打开顶盖，是吧？播放发现红的，因为没有设置动力学。我们把顶盖右击 Simulate 设置一个钢体，它左右摆动，但是上面这个物体呢，它是不摆动的不摆动的话，我们找到装饰物右击，那么是什么样？设置成碰撞物体。碰撞物体的话就是不会动，就跟地面一样的、墙面一样的好的，我们这里再播放看一下，上面这个物体也被吹起来了显得特别真，但是呢，吹的有点太猛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把上面这个物体的动力学可以改一下。动力学我还记不记得在 Force 里面有个 Drag， 对吧？可以改空气阻力，把空气阻力改成20%，试一下。这样的话就比较真了。我再看一下。好的，我们这个风铃呢，整体的动力学模拟案例就完成了。是不是能发现，当你要做好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风铃其实要检查特别多的东西。我们这节课呢，就把所有的这个检查一步步全部都给你做到位了，大家可以慢慢消化。然后大家如果觉得你做一个2节的风铃比较难，没关系，你就做1节的风铃，你就说我就做这一节你做1级是可以的，先做1级，再做2级，然后可以再做一个这个很复杂的。那风铃这节课的动力学的绑定就在这里，我们后续呢把这个风铃渲染的像照片一样。好的，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的重点。我们首先了解到 CD 它的计算是有优先级的。那么在我们这个特殊的案例呢，我们其实只要把我们的动力学和毛发动力学对调就好了。那么需要把毛发动力学的优先级改成 generator， 然后后面这个数值只要超过400，那么毛发动力学呢就会在动力学之后才会计算。然后呢，我们还使用了 physical 或者 pro-render 渲染模式来确定线条的动力学动画。你可以直接改成 physical 模式，然后直接渲染，那就能渲染出来最终的动画结果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那个点连着那个物体没有任何差错。最后呢，我们还介绍了 Ragdoll 连接器，是一个新的连接器的连接方式这个 Ragdoll 呢，其实跟 Ball and Socket 有点类似，但是呢 Ragdoll 的话可能更适用于这种上面是固定的这种风铃的情况。
Hello， 这里是山泽友，欢迎来到我们的风铃场景渲染课程。那么我们在做渲染之前呢，还是一样的，我们文件可以增量保存，或者你可以另存为，你可以风铃03，然后你再画一杠渲染这样的话就可能更加清楚一点。保存。那接下来如果要做任何画面，首先我们去找参考，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找到什么样的参考。我们逛了很多风铃的参考，看各种各样，但是都发现这种角度这种倾斜的角度比较好看，然后找到一张这样子的，这样比较典雅呀，然后又比较写实的感觉，想复刻这种感觉。那么我们已经有我们的风铃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建筑内部结构像这种木头的内部结构。可能有朋友觉得，外面还有一些树，那我是不是要去建树做一些这种树叶什么的？这个就不要做树叶了，我们只需要一个环境贴图，是吧？因为我们这是做了一个景深，景深的话是看不出这个模型细节的，你用一张图也是可以代替的，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环境贴图，能做出这样的感觉就行了。好的，我们可以简单分一下它的光是什么样的方向，光就是从这个方向打过来，对吧？因为这里是高光高亮，所以我们知道光的方向了然后也知道我们的环境贴图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森林的感觉的环境贴图，然后还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内部的木门的结构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 CD， 我们首先要设置一下我们的画幅。那我们首先把渲染模式改成 Per Render， 画幅呢用的是1280乘以1920是一个长条的，刚才那个参考图是一致的。然后呢，我们点一下 Option， 然后找到设置 Configure， 然后我们想把周边遮黑，只留出我们要渲染的区域出来。如果你发现调这个遮黑调大了没有反应，是因为这个 Render Safe 这个勾没打开，把勾打开就出来了这要注意一下。稍微遮黑，那么这就是我们渲染的区域，稍微不要遮得那么黑，可以看到周围一点。然后在构建场景之前呢，建议把这所有动力学全部 bake 掉。你直接选任何一个动力学，然后找到 Catch， 然后 bake 所有。然后线条动力学也是 bake， 然后 Calculate。把所有的动力学 bake 好呢，这样就不会出错，以防等会儿出错。这样的话，你可以左右反复移动了当这个 bake 的时候要小心，你 bake 的下面这个、上面这个线也要 bake， 在这里 bake calculate。这样的话，就所有的线都 bake 好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可以左右移动了非常方便。所以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bake 首先是 bake 这个普通的动力学，普通动力学呢只要 bake 一次，所有的普通动力学都跟着一起 bake。但是线条动力学呢是单独的，这个线条你要 bake 一次，然后这个下面这个线条你还要 bake 一次这样才行。所以大家记住一下。接下来呢，根据参考，我们是有一个木门的，那么你可以自己去建这个木门按照我们建模的知识。还有一种办法呢，你直接载入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一个木门模型。我们之前载入外来模型，我是给大家提供了 CCD 格式的文件，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我们用的就是 CCD， 载入 CCD 格式的文件，这不是无可厚非的事，对吧？但是对于外来模型，我们还可以使用什么格式去载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很多模型格式，有 3ds 格式ABC 格式FBX、OBJ 各种格式。我们外来的常用的模型格式一般是 FBX 格式和 OBJ 格式。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FBX 格式。我们可以直接点打开工程，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叫外部模型 FBX， 你直接双击就加载到了我们的场景里面。当然大家注意一下，我刚才是打开文件，所以是加载到一个新的工程里面了。如果你要加在原来场景里面，你需要用 Merge Project 融合项目才会加载到你原来那个工程里面。那没关系，我们就新建一个没关系，我们新建可以自主的先看一下，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木门。有一个木门结构，这里还有呢一个内部的这样子的结构因为防止光从这里照过来，所以我做了一个像真正的室内的感觉。它还新建了一个摄像机，我们把摄像机不要就好了。好的，如果你发现你改这个工程文件发现它有时候特别大，你很难缩到这个完整的这个状态。如果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直接随便选中一个区域，按键盘上的 H。它就会回来 ，H 的这个英文其实就是 home 回家的意思，它也会归回到之前的最默认的状态所以也要记住这个小快捷键。好，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两个按住 Ctrl 加 C 复制，再按 V 键回到我们的风铃渲染，然后再按 Ctrl 加 V 粘贴到这个里面来。粘贴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么你的模型就跟你风铃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移动你的风铃，把它移动到下面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这么操作，怎么操作呢？不移动风铃，移动我们的外部这些模型，因为你风铃有动力学，对吧？你去移动它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出现错误，所以建议你移动你的这个木门和你的这个外部模型，把它镶嵌到咱们的这个上面，跟那个参考一样。哎，好的，这镶嵌到上面去了。那么我们的风铃呢，就在上面可以吹动了，是不是就有那味儿了？好，然后呢，我们再新建一个摄像机，点一下，我们进入摄像机。那么根据刚才的参考呢，我们的摄像机的焦距其实就是这个36，差不多跟这个默认焦距。我们直接推到这个位置，推到这一个跟参考差不多的位置。好，差不多这样。那么我们这个场景的简单的构建就是任务完成了，按 Ctrl+S 保存一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行打光。那么首先我们把我们的 Layout 的模式呢，把它改成我们之前的渲染的模式啊，左边就是渲染，右边可以移动摄像机啊，蛮方便的。把渲染 Pro Render 打开。这时候呢，我们新建一个天空。可以看到它自动给你加载了一个 HDR。我们这里新建一个 PBR 材质，把作为天空的材质覆盖一下。我们双击进入，把 Reflectance 反射关闭，把 Luminance 发光打开。我们这里就载入一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天空 HDR。那么这个 HDR 就是类似这种森林的感觉。好，我加载点试，看到哎是个森林感觉的 HDR 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旋转 HDR 旋转到比较好的角度，你认为比较好的角度。然后我建议大家呀，旋转的时候要注意你的光源的方向，然后呢要注意你的这个背景是不是都是森林。所以你可以自己这么旋转，当然你也可以旋转这个是可以让它斜一点都可以都可以转。然后你也可以输入我这里提供给你的数值。那么我们在 H 这个方向旋转-79度，我们在 P 方向旋转4度，然后 B 方向旋转-22度，它转成一个这样的角度。然后呢，因为这里还太暗了，我们双击我们的材质，我们找到发光贴图，曝光调成2，稍微亮一点。那么这个简单的布光呢，就这样子完成了看到哎，这个地方虽然能看出是图片，但是最终呢我们会加景深，所以这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要上材质。我们首先上一下这个木头的材质，我们新建一个节点材质 Node Material， 我们可以双击这个 Node 命名叫木头。我们双击我们这个木头。我们首先呢加载一个我给大家提供的木头的纹理，我们点一下这个 Assets 点一下，然后输入 Image 图片，把图片节点呢拖出来。我们找到这3个点，点一下。那么在 Text 这个文件夹里面呢，我给大家准备了木纹的 Diffuse 就是它的颜色，还有木纹的 Normal 就是这个凹凸。那么我们这里第一次使用 Normal 贴图，也就是说 Normal 贴图它是它上面的信息会比普通的这个凹凸黑白的信息要更多，产生的这样子的细节会更加明显。你可以这么认知就好了。如果大家不明白 Normal 贴图、Bump 贴图和 Displacement 贴图的区别，可以回到之前那节专门讲解这3个区别的课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贴一下木纹的 Diffuse， 好，把木纹 Diffuse 载入到里面，把它输到颜色上面其他的我们先不贴，我们先把这个贴图贴到我们是木头的材质上面，比如说这里全都是木头材质，对吧？那么我这里直接贴到上面。还有上面这个，像这里因为看不到，你就可以不贴了。还上面这样子的把手是我们的木头，这些把手，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轨道也可以贴成木头的，把它拖到这轨道这里。木头材质贴完以后呢，既然没有贴个玻璃材质，我们这个窗户其实是透光的，我们就再新建一个节点材质变名玻璃。玻璃材质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做？点一下，然后我们找到透明的种类，把它光的色散呢改成光的折射，好，把颜色呢改成白色。这样我们再赋予到我们上面这个窗户上面。这样的话我们就透光，但是我们想做的是毛玻璃。毛玻璃的话就需要增加玻璃的粗糙度。那么 Pro Render 它有点意思，它的粗糙度是分开的，它这里有个 reference 粗糙度，但是你加这里粗糙度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你必须要在下面的这一个
折射粗糙度上去增加啊。其他的渲染器其实是一起的，不知道为什么 ProRender 把它分开了。你在这里增加个20%，哎，你就变成毛玻璃了。好，然后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木头这一个贴图啊，我们其实还贴了一个 normal 材质。现在我们的木头啊是非常光滑的，上面没有任何的这种像木头的纹理。那我们可以再载入一张图片啊，拖入这个图片节点。我们还是一样的，点3个点。我们载入一个木纹的 normal 法线贴图。载入法线贴图以后，我们把法线贴图连接到这个法线贴图的这个栏目这里。连接了以后，我们点击我们的这个主材质，它下面有一个问你的凹凸的模式是什么？它模式默认是 bump 的模式，也就是说是贴的黑白贴图。我们现在是法线，所以要改成法线 normal。然后呢，它有个凹凸的强度，我们可以改成100%。这样的话，你上面就会有一些这样凹凸的细节了，看见吗？这个非常强的凹凸的细节，非常好看，显得比较真实。好的，当然你可以再进一步细化，你可以在这个窗口看到我们的贴图是不是均匀的贴在上面了。哎，你可以点下这个物件，找到它的这一个材质，你还可以进行重复缩放你的材质，比如说改成2，你材质变得更细。改成5或者5，直接看到你的材质的分布，对吧？像我们这里呢，改成个3就差不多了啊。当你改成1也是 OK 的。好的，木纹材质结束以后呢，接着我们就要做铃铛的材质了。我们铃铛材质也是蛮好做的。其实铃铛呢这2个地方啊都是像那种铁的材质。好，那我们就再做一个铁的材质就好了。我们新建一个Node 节点，把这个叫榫铁。就铁上有很多划痕的那种铁，我们双击，还是用图片节点加载进去。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榫铁的 diffuse 金属的贴图。那么这个贴图呢，就是这种全是划痕的这种铁。好，我们加载进去。我们把这个材质呢作为颜色层接到这个材质上面。好，其他的我先都不加，我们先看一下效果。我们把这个拥有榫铁的部分贴到这里啊，这个是铁。然后呢，这个也是铁，就有这种像铁的这种细节存在了。好的，我们如果是铁铁上面的话，其实会有一点小的这种凹凸不平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去增加铁上面这种凹凸不平的东西呢？大家也可以直接载入我给你的木纹的那个 normal 贴图，增加一些这种凹凸的感觉。或者呢，我们这要使用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个系统自带的。那系统自带什么呢？你输叫 noise 是在 CG 界里面用的最多的，叫分形噪波，拖进来，你可以看到它就自动形成这种黑白的东西，它有不同的分形噪波的模式，看到有不同的这样子的噪波的模式。我们的 bump 凹凸其实就是黑白的这种有些细节的图，我们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噪波。那么我们找，用这个 scope。这个是比较好的，看到它的噪波纹理就特别丰富。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材质都是不需要任何贴图的，都可以用这个分形噪波改可以把它造出来的。那么具体该怎么造呢？我这一节课就不解释，只是给大家引入这个概念。分形噪波呢是咱们电脑计算器图形里面能生成的一套这样子的图形。这个图形它能非常自由，你看到它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种类，然后每种种类呢可以对应出不同的贴图出来。那么我们这里使用这一个stirp 这一个贴图的模式，然后它能形成这样子的褶皱的感觉。我把这个贴图呢贴到我们的 bump 上面作为凹凸，然后呢我们把凹凸的这个数量强度改高50%之类的。你的这个铁上面就会有这样子的凹凸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还是看不太出来因为我们这个离得有点太远了，离近的话也能看出这个区别出来有这种感觉这里是给大家贴一下这个东西，你不贴在这里影响也不大，只给大家说一下有这个东西存在。然后呢，现在有个问题，看到上面这一个榫铁它的划痕太猛了，我想把上面这部分的榫铁的划痕减弱一点。那这该怎么减弱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我可以拉个对比度之类的，但是在 ProRender 这个渲染器里面，它不能给你控制对比度，就有点蛋疼。在其他渲染器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导到 PS 里面，是吧？导到 PS 里面去把这个
对比度拉一拉，把亮度拉一拉。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它这有个节点叫 clamp， 把它拖到这个中间。那么 clamp 是干嘛的呢 ？clamp 也就是说，它现在的值是黑到白的所有的区域都有，但是我们想要的是这个白色区域稍微少一点。你看这白色区域太多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白色区域啊，把它改灰一点。那它就把这个白色转变成黑色，也就是说它最白也只能到这个灰色了，所以它就是重新映射了咱们的白色跟黑色的区域。比如说你可以再改黑一点，哎，看到这个白色就变得越来越灰了啊！它可以明确确认你的黑白程度到底是有多少。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好看了，就没有刚才那么白，是吧？所以这 clamp 呢，在其他渲染器里面可能不叫 clamp， 也有类似的这样子节点，所以大家这样记住一下，有一个这样的新的节点，它能重新映射你的黑白信息，让你的最白可能只能达到这么灰，所以你的白色区域呢就都变成灰色了，这个有一种重新映射的感觉，所以这样方便直接用节点调，就不要导到 PS 里了。好的，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再把这个铁啊变得更加反射一点。现在这个铁不够反射，我们点一下我们的铁的材质，我们找到大家记不记得调反射程度的那个数值 IOR 反射度，把 IOR 展开，现在是 1.5， 我可以把它改成3，那更加反射一点，3可能太多了，改成2吧。好，然后现在表面呢看到有很多这种白色噪点，说明这表面它非常的光滑，才有这么多噪点。还有这么多高光反射，我们需要这个表面稍微要的磨砂一点。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凹凸贴图啊，再连接到它的磨砂 reference 上面，好，它上面就会变得比较磨砂了。好，那具体关于这些贴图到底什么作用，我们到后面我会详细说明，大家可以这样子先跟着我这样操作啊。就即便你没有这个贴图，效果也是看上去差不多的。好的，我们风铃的这个材质呢，今天先上到这里啊。这个 clamp 你可以稍微再把它弄黑一点，下面这个再弄黑一点。好，看到这里有个高亮啊，正好是我们想要的。接下来我们再上好这些小细节的材质就好了。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同一个这个榫铁的材质就好。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使用榫铁，这样直接上上去。还有这个线。你也可以直接上这个铁的材质，当然线它是有一个复杂材质，但是没必要，因为这线太细了，是吧？你上复杂也看不见，所以这线也上这个榫铁的材质，下面这个线也是。好，我们看这个铃铛是不是也上好材质了？这个铃铛还没上材质的，铃铛也上这个榫铁。好的，那最后一个材质呢，就是咱们的这一个下面这个小片片了。好，这里呢，我给大家专门设置了咱们 Momento 专属的风铃小片片。我们这里新建一个节点材质，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风铃片。我们双击还是一样的，我们使用图片节点 image 拖过来，我们3个点找到，给大家准备的我们的 Momento 风铃啊。双击加入进去，把它作为颜色输入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一个风铃就贴到我们的这个片片上。当贴的时候发现，什么信息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哦，或者看不太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设置一下可能它的反射度了。我们找到这个材质，它现在它的反射度可能比较高，导致它上面比较反光，所以看不清这个里面的东西。我把这个反射度找到下面的 IOR 设置。这个数值改低一点，比如说1.1，这就慢慢就有这个细节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specular color 这个颜色你可以改暗，或者把这个 specular 这个反射的强度改低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可以再贴一个贴图，因为我们这个风铃上面这个纹路其实是刻上去的，上面会有凹凸。我们这里给大家再准备了一个凹凸贴图，我们把图片节点拖过来，还点3个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黑白的凹凸贴图，也就是说灰色的地方它就会凹下去，白色的地方它就会凸起来我们这里直接加载进去，把它作为 bump 贴图，凹凸贴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材质，把这个 bump 强度提高，
比如说80%。我们这里可以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摄像机解锁。我们可以到这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风铃是不是有了？哎，有了，我们这个效果都有了，只是可能它有点太暗，看不太清，没关系。好，我们还是进入摄像机。这整个风铃的材质呢就已经贴完了。那最后一步呢，就是给它增加景深。我们找到摄像机，找到目标，那么我们的景深对准到我们的风铃的这个铃铛就好了，点一下。然后呢，我们点设置，把我们的 Preview 里面的景深 Depth Field 勾打上 ，Offline 设置勾也打上啊，它也打上了。好的，我们把景深调高，在 Physical 物理里面，比如调成1，看一下，1还不够大，0.3。哎，这样就有那味儿，对吧？你这个背景被虚化掉，所以偏也看不出你这个是不是模型还是图。现在整体的话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还是太暗了。我现在就单纯依靠这个天光，还是无法把它变亮。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自己的去补光了。怎么补光呢？我们现在觉得暗的是哪里呢？暗的是它这个里面可能太暗了。我们这里就新建一个灯光，按住不动，新建一个叫 PBR Light。好，我们新建一个灯光。在这里，把灯光移一下，然后可以把灯光旋转一下，对准我们的铃铛，旋转180度。好，然后呢，你可以把灯光稍微拉长一点，看到我们这个铃铛就变得比较亮了，是吧？当然，千万不要照这么亮，我们还是把它改的侧面一点。其实只照亮这里就好，再侧面一点。然后稍微旋转一下，我们只要照出它的这个边缘发亮就行了，这边缘有点发亮。但是你看这里太亮了，把我们这个纸都照得特别亮，是吧？再往后面一点，好，然后把这个亮度稍微减弱一点，点一下这个 Light， 它的这个亮度Intensity 强度是100%，我们改弱点50%。50可能太少了，70%。千万不要把这个搞过爆了，这样样子比较好看。再移进来一点，80%吧。好，80%差不多。好了，那么这个风铃呢，这个大致的感觉就已经做好了。新加了一个新的灯，补了一下光，让它这个立体感变得更强。因为之前如果你不打光，把光关了，这可能太黑了，可以吗？所以加了一个光，把这边稍微补亮了一下。好的，那么你其实播起来的话，它就会有这个动画了。现在的话有点卡，就动画了，是吧？好，我们这动画可以先不看这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一个窗口。好，假设我们把它动起来，哎，上面这个铃铛感觉它翻的有点不太好看，是吧？它有点这么奇怪的翻。我们可以点中上面这个铃铛，因为我们已经全部都烘焙好了，我们可以让它旋转一下，可以让它旋转一下，按旋转工具让它旋转一下。旋转到这儿来，好，再看一下，好，这样的话还不错。我们看到这里面可能有点太白了，我们再试试一下我们的损铁。首先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在这 clamp， 我们再把它搞黑一点，非常黑。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的反射度 IOR 估计要再低一点，比如说1.3。1.4。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下面照到光了，其实我不想让里面看得这么清楚，我们会找到我们的这个灯光可以让它稍微往下打一点，这样的话就不会照到里面。往下打。然后整体呢，可以再往上挪一点，我们用视觉坐标轴往上挪一下。看一下，可以再往上挪，就不要照到里面了，我们不想看到里面。好，这样的话我觉得还不错里面就看不太清了所以我们这里开始把 LR 再开高一点，改成1.8试一下。里面还是看到了，所以 L 还是紧弱吧，1.5，默认的好了。
然后那么还可以简单优化一下我们的天空，现在不是旋转到这里了吗？我可以这里可能光太爆了，我想曝光的地方啊，把它挪到这来，我可以简单的这再转一下，转，曝光的地方，我换个位置，把曝光挪到这边上，就感觉这个光正好照到这里的感觉是吧？就比较真。然后再旋转一下。大家可以直接输入这些数值都可以啊。其实我这么微调呢，其实想让大家也自己尝试一些微调，就别直接输入数值了。好，差不多，你就可以直接输入这个数值-153。其实想让这个高亮处在这个区正好照到这个边缘上，觉得比较好看。好，感觉差不多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直接渲染了。我们找到渲染设置，要检查一下 Pro-render， 记住它在 Offline 里面这个景深给我打上了。然后呢，这个动态模糊我们是不需要的。其他的，然后这个迭代次数你可以改少一点，比如说改成300啊。好，然后我们渲染的帧呢是选用当前帧，就是第0帧，不渲染动画，只渲染第1帧看一下。然后我们不需要保存，我们只看一下，我们直接点一下渲染。好，渲染好了，看上去效果还不错啊。这里没有特别明显那种白色的，然后这里有些这种细节，这里有些这种反射细节还是蛮酷的。我们可以简单的调个色，看一下效果哦。点下 Filter， 你要使用滤镜。我们首先呢，可以尝试一下调一下它的对比度，哦，好像对比度它已经不能调了，因为画面已经比较有对比层次，改为0。我们首先可以把亮度稍微拉高一点，然后呢，这个 Tone Mapping 你可以稍微再拉一下 ，Tone Mapping 它有助于减弱这些高亮，可以吗？你拉一下，把这个高亮给吃掉一点，然后再可以加一点对比度5%。10%，差不多啊！你看它吃了一些这种高光，然后把这个 saturation 饱和度也稍微调高一点，30%。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偏色，比如说你看它偏蓝一点啊，但是我这里我想让它可能整体偏一点，偏点绿色，再偏点蓝色。这种有点滤镜的感觉，红色的看要不要偏红色试一下啊，不好看了，或者减弱一点红色，让它偏冷一点，可以把红色稍微减弱一点，往右边推，有这种滤镜的感觉，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可以加成这种偏蓝色的滤镜，蓝色可能有点太强了，稍微再减弱一点，好，差不多。那么简单的后期呢就完成了，你觉得这样子不错，接下来我们就渲染动画了。那动画该怎么渲染呢？首先关闭。一般来说，我们还需要一个后期软件把我们的动画进行后期处理。但是我们为了只用 CD 做出来，我们这里首先把渲染，首先我们这里把保存的勾打上。我们保存什么格式呢？我们就不能保存成 PNG 了，不然的话你渲染动画的话，它是一张的，所以你就需要导入到 A1 里面或者其他后期软件，把这个序列帧变成动画。我们这里直接把它改成 MP4 啊，没 MP4 你就用 AVI 都可以。MP4， 然后我们 output 从第0帧看渲染到第几帧，你可以这样子看动画，你想渲染到第几帧？哎，好，如果电脑好了，你就渲染到第100帧就好了。那我们就渲染到第100帧吧，从0到第100帧。好，决定了好以后，保存个位置，找到我们技术科风铃，你就可以右击新建一个。风铃动画，双击，那么这个就叫风铃动画01，保存。这个范围设置完毕以后，我们最后检查一下我们的帧率。我们现在帧率呢是25帧，你那边可能是30帧，建议改成25帧。这样的话，离1秒只要渲染25帧，它就是1秒了，就可以少渲染少一点图。然后你这里改成25帧以后，按 Ctrl+D 调出我们的项目设置这个帧率也得改成25，所以要跟你这个匹配，所以这个要注意，无论是改成30帧还是25帧，这2个地方都是要匹配的才行。然后我建议大家就用25帧就好了，然后直接点这个渲染就可以了，就会从第0帧渲染到第100帧。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挂着渲染最好，因为这个要渲染101次。你每渲染1帧可能需要花个5分钟，那你101次的话就是5乘以101，那就是500分钟，可能要渲染好几个小时，是吧？所以你最好要睡觉的时候挂着渲染，然后你点下这个，好，等它全部渲染完毕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重点。我们这一课呢引入了外来的模型，我加载了一个 FPX 格式。那么 CD 里面还能加载这么多种不同的三维模型格式。那么常见的有 OBJ 格式、3ds 格式、ABC 还有 DAE 格式。其中 OBJ 呢是用的比较多的，还有 FBX 这两种格式。加载的方式，你直接点击 Open 打开这个模型就可以了，或者点 Merge 直接加入到你现有的项目里面。那么我们还用了 Normal 贴图，我们之前呢也谈过 Bump、Normal 和 Displacement 的区别。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直接使用了。我们知道 Normal 呢它能造出比 Bump 更加细腻的凹凸效果来。如果对这个方面还不了解的话，可以去看前面的这个区别的视频。